嗨，大家好，我是任万八，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 fuck it，忘记第几期了。嗨，大家好，我是任万八，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37期。这期是临时加更的一期啊，所以我就不直播了，我就录播一下，然后也不回答什么问题了。这期的名字叫一个比 OTT 更好的 OTT。OK，我先介绍一下啊。OTT 这个东西呢，它是 Ableton Live 里的一个预制啊。最早期的时候，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你是 Ableton Live 第11代的话，你就在 Audio Effects，然后找 Dynamic，然后找到这个 Multiband Dynamic，然后点它这个下拉框，然后里边有这么一个 OTT Over the Top。然后这个东西，在过去10年的电子音乐里，几乎都有它的存在，就是它很好用。但是由于除了 Ableton 用户以外，别人都没法用它，所以 Steve Duda 就是做 Serum 的那个合成器的那个哥们儿，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另外的一个插件，免费的，就是他那个 Xfer 那个厂牌那个团队那个公司，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免费的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在用。那他做的那个版本是就是这个界面，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如果你是一个电子音乐的制作人的话，这个东西过去这些年来你肯定一直在用。所以 Steve Duda 做的这个版本 Xfer 的这个版本是 Ableton 里的 OTT 的这个预制的一个简化版本。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这期我们就用 OTT 来演示了 Ableton 的完整版的 OTT 来演示了。OK， 首先我这儿有一个鼓组的采样。OK， 我加入 OTT 以后，它听起来就变成这样了。毫无疑问 ，OTT 可以让你把音色变得特别的不一样。过去这些年来，整个电子音乐界一直在用它，但是其实这个 OTT 它是有自己的问题的，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你使用的采样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做的 MIDI 轨道也好，在这其中你使用了空间类的效果器。所谓的空间类效果器就是那些比如说 echo、delay， 尤其是 reverb 混响。你使用了这一些东西以后呢，它就会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先在 samples 里搜 reverb， 对，我们搜一个带有混响的这么一个采样，然后我们听一下它原来的样子。它有混响，有自己的 decay time， 慢慢的衰减，对吧？然后现在呢，我们给它加入一个 OTT， 我们听一下这个带有混响的声音加入 OTT 以后，它会变什么样？听到这些延绵不绝的噪音了吗？就是为什么 OTT 在面对有混响的声音的时候会不好使，就是因为它把你的这个 decay time 里边已经衰减下去的音量又给重新提起来了，所以它会让一个轨道的音量有着不符合常理的增加。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得使用原始版的 multiband dynamic， 也就是说 OTT 只是它其中的一种预制的参数嘛。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你必须得了解这个东西。这个 multiband dynamics 基本上是 Ableton 制作出来的最复杂的一个效果器了，然后很多人都搞不明白。如果你搞不明白的话，千万不要灰心，就是你在互联网上能找到了各路的大神们，他们都搞不明白。我就这么说吧 ，Mr. Bill 都没搞明白，所以如果你搞不明白的话，很正常。我接下来的解说，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完全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数值怎么调整就好。OK， multiband dynamics 等于 multiband compressor， 就是多频段的压缩，其实也就相当于 dynamic EQ， 就是动态 EQ， 多频段的动态 EQ。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些比如说你买了 Fab Filter， 你买了 Ozone 做母带的话，那么其实这一步其实更偏向于 dynamic EQ。这个 multiband dynamic 它的默认逻辑是这样的：让大的音量更小，让小的音量更大。然后它这儿分成了3个频段，
120赫兹及以下是低频，120赫兹到2500赫兹是中频，2500赫兹及以上是高频。当然，这些数字你可以自己调整的，比如说你完全可以把它调成200，对吧？这样你就更改了3频之间的定义范围。在这个效果器里呢，它分为了3个重要的参数。第一个是 T， 那 T 就是 time， 你设定，因为它本质上是压缩嘛，对吧？它设定的是每一个频段压缩的 attack time 跟 release time， 低于 below 门槛的，那你看这个就是门槛 threshold， 低于 below 门槛的，按照 ratio 的比例提升至门槛，这是 ratio1:1的时候，它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了。所以高于 above 门槛的，那你就到 A 就是 above， 高于 above 门槛的，按照 ratio 的比例降低至这个 threshold。所以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说的话，2500赫兹以上的频段，如果它的音量低于了-60 dB， 那么就按照比例提升至-60 dB。2500赫兹以上的声音，如果它高于了-20 dB， 那么就按照 ratio 的比例去降低至-20 dB。也就是这句话的来源，就是让大的音量更小，让小的音量更大，这是它的默认逻辑。但是呢 multiband dynamic 的用法其实比这个多，因为它有扩展用法。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多的用法？是由于它这个 ratio， 它可以调整的这个数值大于1，也可以调整这个数值小于1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1:1的时候是不作用的。然后这个数值是比例之后的数值，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0.5， 它呈现出的就是一个1:2，所以我这儿说的是最终数值。这个最终数值只要小于1，这个声音就会被减小。这个最终数值如果大于1，那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2，那就1比0.5，它就会增加。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你完全听不懂，或者说一时转不过来的话，没关系，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搞清楚它的逻辑。既然 ratio 决定了增益或者消减，那么我们看颜色就行了。蓝色就代表着增益，这种颜色就是增益，那就代表着说它增益的是 below， 左边是 below， 右边是 above。那红色的部分就代表着说它在削减，那么它就相当于是减小了一些音量。所以就比如说这样，那么它就是这时候高频其实是在增加音量，中频其实是在减少音量。所以呢 multiband dynamic 就有了如下的几种可能性。当 below 是蓝色，等于，也就是说这样的，这边是 below， 当 below 蓝色等于低于 threshold 的音量以 ratio 的比例提高到 threshold。 对， below 的逻辑是让小的更大吗？默认的，这个就是它默认的逻辑。但是当 below 是红色，这样 below 是红色就代表着这个频段中频了，就代表着低于 threshold 的音量以 ratio 的比例继续下压，让小的更小。当 above 等于蓝色，那比如说这个高频的频段等于高于 threshold 的音量以 ratio 的比例继续提高，也就是说让大的更大。当 above 等于红色，就类似这样，等于高于 threshold 的音量以 ratio 的比例下降到 threshold， 也就是所谓的让大的更小。这两个1和4是它的默认逻辑，但是中间这两种由于 ratio 的比例可以大于1或者小于1，所以它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这一点你差不多能了解的话，那么 OTT 怎么去改良它就已经很简单了，重新加载一个 OTT。OK， 还有这个轨道。这儿我需要插播一句啊，就是我最开始教我的学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OTT， 尤其是我跟他们讲了历史以后，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暂时搞不清楚 OTT 的逻辑是什么的话，你唯一动的参数就是 above， 就是右边的这几个，动它的门槛，也不要动它的 ratio， 你就用 OTT， 就是 Ableton 给你做的预制就好了。然后通常来讲，像这种鼓组的话，我们希望它低频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低频的门槛提高一点，
呀，能听出来区别哈。然后现在我们来讲如何让 OTT 即便在面对这种带有大混响的声音的时候，依旧不出现差错的办法。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 below 了。然后我们首先把 below 每一个频段的最小值，我先双击一下，我让它都到-60吧。到-60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变化。那我们之前讲过，如果是蓝色的话，它代表增益，对吧？所有小于-60 dB 的音量以1:4.17的比例去增加。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的是小于负多少的声音，让它变得更小，以免让那个混响的尾巴的部分的音量被提升。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直接往下拽鼠标，让小的更小，让它呈现出红色的话，小的音量会更小，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 below 直接推到-80。很明显它最小值就只能到-80了，如果能到-96的话会更好，至少是16比特深度的一个数值，但是-80 dB 够用了。OK， 那现在我们有了2个 OTT， 这边这个就是我们改良后的 OTT， 这个是原始的 OTT， 我们把这个命名为True OTT 或者 A Better OTT 都可以。这是我们改良后的，这是原始的，然后我们分别听一下它在这个鼓组里的表现。OK， 差别不大。然后我们把这俩移到下面这个带有混响的轨道里。然后我们先试一下原始版的 OTT， 看，所有低于 below 的又被提起来了。这就是带有空间类效果器使用 OTT 的最大的一个坏处，尤其是你到混音阶段了，你用了大量的那个 sidechain， 就是侧链压缩，然后这种声音，这些噪音，有的时候它会忽然出现，在你完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它忽然出现，经常会发生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我们改良以后的 OTT。那个最大的问题消失了。其实还有一些音量，因为它原本的这个采样里就有一些音量。但是这样改良以后的 OTT 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 OTT 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塑造出这么多的音色可能性，是因为它把小的音量提升，对吧？这是我们使用 EQ 的时候绝对不会进行的操作。我们使用的 EQ 的时候，永远都是在 OK 这个频段的声音听不见，我们把它切掉，然后这个频段的声音就非常主要，然后把它提升一点，以让这个音色更突出。但是 OTT 呢，就是它把不重要的频段音量啪一下使劲提上来，反而让那些主要部分的那个频段的音量它给降下去。我们自己是不会这么用 EQ 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OTT 总是能创造这么多让我们想象不到的音色。但是这个 True OTT 就是我们改良以后的 OTT，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再把低的上升了，它只把高的下降，所以它的音色可能性降低了一点。对，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使用 OTT 的时候，如果你的声音里没有太多的空间性的效果器，也就是说没有 decay time， 你用原始的 OTT 问题不大。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一个鼓组里的你的 snare 跟 hi-hat 挂了 reverb， 或者你是一个 lead 的音色，然后你又想用 OTT 的话，你最好能把它所有的 below 全到-80，然后它所有的比例你都拖到最低。最后你可以把这个 True OTT 存下来到 User Library， 然后到你自己新建的存放工具的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把它拖进去就好了。因为我已经拖了，所以我就不再做了。OK， 这期就这样，拜拜。